现在美国是4月26号，内地的时间是4月26号的晚上。31年前4月26号，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必须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这篇文章后来我们把它简称为426社论，它是6·4的开端，你说是吧？它是一个历史的转折。对，因为426社论把胡耀邦逝世以后，主要是由学生和工人发起的纪念活动定性为反革命动乱关于这一点，我相信当年无论是学生还是全国的老百姓其实是不答应的。所以后来我们看到了学生越积越多，在广场上绵延了接近50天这场抗争最后与军方把坦克开上大街，用冲锋枪扫射无辜的市民和学生，以它为终结，并且拉开了中国长达31年来对这场运动的反思。31年前的今天，我们是年轻人，我们当时就像许先生这样，白崇禧，我们以为我们用我们纯净的良知、年轻、热血和纯粹，想为国家做一些奉献。那么现在我们不要穿白衬衣，我们不要跪，我们不要求，我们不要任何青天，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生命，我们自己来主宰。我们要黑山，我们要用我们的真正生命来抗争，我们要一种真正的我们的尊严。4月26号晚上，我们也是看到了426社论，认为它不符合学生运动的初衷，所以我是连夜跟着同学们一阵坐火车赶往北京的。那么一转眼30多年过去了，其实在这30多年中，我们始终要感谢的是香港人、香港支联会以及其他民主团体在维园举行的烛光晚会，来纪念已经有30年了，是吧？今年可能要延期，因为疫情的问题可能要延期，对或者要取消这个烛光晚会，现在还不能确定，但是大概率是这样。但是不管怎么说，全球唯一能坚持30年一直在纪念6·4、纪念这场运动的人，其实只有香港。感恩，我们应该要学会感恩。香港的市民为了人的尊严，为了我们华人的尊严，他们的付出，他们的努力，他们的抗争，他们的所受的屈辱，请记住，他们受的屈辱不是来自于白人，不是来自于日本人，恰恰相反，是来自于我们大陆人。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真正的好好的反思？2012年开始有一个公民黑山运动这个运动的发起人，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在网络上你可以查到，是汤一新先生和陈炳麟先生共同推广的。坐在我边上的这位就是陈炳麟先生，当然他的本名就是汤一新。所以呢，这一系列的公民抗争为什么要穿黑衫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当面请教一下，是吧？活人在现场。当时呢，我和一位叫梁山的先生，还有一位叫公民无名的先生，我们在一起就探讨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发现前期的所谓的一些白衣运动，他们都是要改良，
要跪求青天，觉得共产党可以改良，我们说我们不需要，因为我们需要的是他们的追责，需要的是对他们的清算，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用军队屠杀学生、屠杀市民，那不是一个政权，那是一个匪帮，那是一个土匪，那是一个邪恶。我们要的是清算，要的是追求罪责。我们不需要跪求，我们必须要抗争，我们必须要有我们的一种信念支持，要有我们的一个标志，那就是我们必须黑山，我们不能够用某些不明政治势力的一些大 V 推广的所谓的白衣运动。有这么一个区别啊，当年其实有很多改良派，或者说为6·4平反派，他们定的纪念6·4的汗衫是白颜色的。那么陈明林先生他们推广的呢是黑衫，黑衫是让人们记住6·4这场屠杀，要直接对抗这个暴政。那么黑衫与白衫之间的争执源于理念上的不同。关于这一点，第一个响应的是香港支联会，他们其实2012年已经定制了一批白色的 T 恤衫。当他们看到黑衫运动的时候，他们第一时间更改了 T 恤的颜色。从2012年以后，我们看到在世界各地华人群体中爆发的所有对抗暴政的游行，包括香港的、台湾的，都采取了公民黑衫行动。这是一个统一的标志，它标志的人们不再跪求青天，不再要求为已经过去的暴政平反，直接要推翻这个强权。对，黑衫是我们意志的体现，黑衫是我们团结的体现，黑衫是我们的一个标志，这是我们当初策划推广一个理念。当然我们说任何国内的大陆的沦陷区的所有朋友，我们可以穿黑衫，但是我们不需要以文字来表示，这是我们最当初的。当初我们说了，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理念，需要的是一个信念。我们为什么要活着？我们为什么要抗争？我们不能够永远的跪着，因为我、你、他，我们不是贵族，我们是人。31年过去了，今天是4月26号，我没有看到太多的人站出来纪念这一天。其实这一天在中国历史上应该铭记它，因为它是6·4的开端，它最终导致了现在的这个结果。中国共产党当年有太多的人期望它能够带领中国走向现代民主，那一转眼我们看到了他用机枪回答了人民的呼声。直到今天还有人梦想为6·4平反。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站出来，在这种时刻能够记住当年为什么大家会站出来，甚至为他付出30年的青春。可能现在人老了喜欢怀旧啊，我总是认为任何一件事儿，你要看到它的起源，你要看到这30年来我们等待的是什么，不要再奢望去改良这个国家。我们都知道改革不成功，革命它一定会到来。对，我们不仅仅是要反共，我们还要倒共，我们更要弃共。这3个词儿有区别吗？很有区别。反共
只是反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倒共是要推翻他的那个政权，弃共是要剔除他的所有的毒素。这就是我们黑山，这就是我们对他们进行6次屠杀的一个回答。我们永远不放弃，永远不忘记，我们要清醒的知道31年前的今天，他们已经给他们挖下了自己的墓葬。应该说1989年，在1988年价格闯关失败以后，全体中国人是非常忐忑的，希望党中央国务院能够带领中国走向更加现代化的明天。1989年是中共唯一一次有可能和平转型的机会，今天这个基础已经不存在了，所以不要再对它抱有奢望，不要再让一个沾满了鲜血的刽子手来为我们去评什么反。现在大家需要的是直接推翻它，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没有共产党的新中国。让我们一起感谢所有我们沦陷区真正的反共意识，所有海外的任何的反共的政治力量，让我们感谢他们，一起推翻这个邪恶政权。他们危害的不仅仅是我们自己，他们危害全人类。现在已经到了世界各国都在正视他的邪恶的这个地步了，这一切都是他们咎由自取。他们不仅在祸害中国人，现在已经祸害全世界人民了。所以我相信整个世界形成一个共识，这是迟早的事儿，很快就要来临了。我们希望在未来有更多的人能够穿起黑衫，能够让大家有一个标志性的着装，用服装的语言提醒我们没有忘记这场屠杀，我们一定会清算它，好吧？必须要清算。行，那就这样。好，谢谢大家，再见。